好，我们现在要持续关心到是中日关系急冻，也导致现在日本的观光产业急冻，甚至被解读是否会崩盘呢？怎么回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日本的观光业现在急冻啊，只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当时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新消息，46条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线直接归零，政治真的会一刀砍掉观光的命脉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在大陆旅客一撤出之后，在京都啊，它的这个旅馆的房价直接暴跌，幅度高达了60%，业者叫苦连天呐。包括这个道顿崛餐厅这边的营收，那一条街上本来有非常多的旅客，现在也直接崩跌了40%的营收。关西的观光为何这么的脆弱呢？最后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旅客好没有消失，其实呢，他们不去日本，去了哪里？贡献了包括了在韩国、东南亚、欧洲都接住了来自于大陆旅客的红利，日本成为唯一被中国市场淘汰的国家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就是因为当时高市的一句话，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中日航线取消哦，明年1月已经确定了2195班，取消率竟然高达40%，46条中日航线2周会全面归零。接下来看到的情况就是大阪、京都、名古屋到福冈，整个街头人超级少，几乎没人了。那日本对它接下来会有它的观光产业来说，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我们首先看到，除了说刚刚提到的44万旅客会丧失之外，总共是涉及到26座大陆内地的城市，18座日本的机场哦，还有这个关西航线成为最大的重灾区，超过10条航线也直接停飞。住宿刚刚讲的这个旅馆啊，京都的房价平均1晚是7000日元，现在暴跌将近60%，只剩下3000日元，还出现只要新台币300元你就可以入住京都的饭店，极端案例，太便宜了吧？那大饭店现在失去大陆旅客，也带头砍价，小饭店怎么办呢？只好就是赔钱了。私人旅馆超过1000人也都开始做取消预定了，消费也直接降级，包括了这个帝王蟹进货量直接砍半啊，药妆百货伴手礼没有人在爆买，没有人潮了。清水寺还有这些知名的景点全面降温，人流扩散，人流退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大阪的这一位教授，他直接指出了，你再这样子搞下去啊，大陆的旅客已经明显下滑了，我们的零售、我们的住宿，全部在关西的这一些旅客会全面受挫，所以要特别来请教苑老师的一句政治的失言，会导致日本观光直接崩跌吗？我们呢，通常来讲，去日本最著名的观光景点呢，就是京阪神，也就是关西地区，就是京都、大阪跟神户。那我自己的话呢，在做这个系主任的时候呢，曾经跟跟神户大学有密切联系我们每3年轮流去一趟，来来回回，还包含韩国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情况非常了解。因为观光客，尤其是大陆呢，喜欢看日本的京都啦，都市的看大阪啦，然后吃东西啦，看神户啊、京阪神，以及连带的附近的地区啊，到奈良看路啦，到什么这些地方的话呢，现在我要讲出3个重点，让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真的要把这个讯息带到台湾。首先，第一个，在大陆那边没有一个人敢对，或是说愿意，或是说是这个主动的，能够对于高市早苗有任何一句好话，中日之间的争议跟冲突是一定会下去的。这边一定要了解，因为在台湾的情况，台湾的人大多数是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这回事。台湾人是希望中国跟日本打起来的话，那中国可能会败给日本，没有这回事。台湾人基本上认为美国会帮助日本来对付中国，没有这回事，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然后第二个原则的话呢，这个大陆只有讲说你们现在不要去日本玩了，就赶快回来吧。所以说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代表14亿人的心情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只有日本人跟少部分的台湾人搞不清楚的状况，还会出现啦啦啦叫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的结果就是自己要面对这种情况，因为日本突然感觉到大陆是面对3场战线，一个是经济战，就是包含观光；另外一个就是科技战，就是讲到稀土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外交战然后最底下的话呢是军事战。还有第3点那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日本人本身来讲的话，他们口嗨派跟他们的务实派构成了极大的冲突。他们口嗨派讲说不来正好，安静得很，街道清洁多了，看到中国人就讨厌。
基本上就流露出来，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心里要了解，那谁最清楚呢？台湾人最清楚啊。台湾人基本上是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呐、这最清楚。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敢在这边预言，这个冲突不会简单结束的。一开始我就预言，很多人讲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说不可能，我就不干，我就不会答应啊。像我本身我不答应的话呢，也代表很多人不会答应。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最近去了一趟大陆，他们发觉在大陆本身来讲，老百姓一般老百姓都没有任何意见，完全听政府的，政府的结果就这样子。哎，46个航班，对，完全取消。对，这个11月7号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这个基本上跟快断交一样了。对，如苑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现在中日46条航线都全部归零了。那接下来对于整体关系本来在这边日本是最难定的一个地方，京都过去也是最贵的城市。那现在没有了大陆的观光客，为什么这个关西的观光体系会整体看起来好像要崩盘了？委员怎么看？对，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日本观光业最主要的2个这个来源的市场排名第1名是中国大陆，排名第2名是台湾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观光客青睐日本的观光景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在东京，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台湾的观光客。你走在那个路上前面可能讲台语，后面就一样在讲台语，你就好像在西门町逛街一模一样就除了那个招牌有日文以外。看来看去都是台湾来的人可是其实如果你在东京很难看到大陆的观光客，比较少，就因为台湾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最主要就是 shopping 嘛，就是你去药妆店杀进去把人家的 EV 全部买光了，然后买这个什么合利他命就买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他们比较青睐的是关西，所以如果你到了关西，你到了清水寺，然后你到了这个什么2条城，你就会发现说，在那里讲的可能都是这个正宗的京片子或者是那种家乡话了。原来都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团在那里。那中国大陆的观光团相对来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它的主力都是放在关西，所以关西是哪里？京都、大阪、神户、奈良，大概就是这些地方。那么因此，在这一次当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潮这个因为这个高市的失言风波而全面叫停之后，受到最大冲击的不是东京，而是关西。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太好了，那东京的这个饭店应该变便宜了吧？”就上网去查，没有一间变便宜的，还是一样贵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观光客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对台湾来说本来就已经安排好行程了。可是关西就不是这样咯。就如果你今天是去看关西的饭店的话，哇，那关西的饭店就开始价格大幅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关西有很多顶级饭店，就是各位知道我们在关西，我们去关西玩就可能就是住相对便宜的这个观光客住的饭店。对，很多中国大陆观光去住的，比如说是什么京都岚山的饭店，那个饭店还要坐船才能坐进去的，那是顶级饭店。那这些饭店一被叫停之后，他们等于是完全是血本无归了。对，所以其实。现在日本虽然盯在那里说没关系反正呢我们现在更好，人少一点我们就不会这么挤最好可以盯这么久那么台湾的人就开始喊台湾就心想说，哇，我们现在要全力的去支援日本，可以啊，你们青鸟有钱，你们就去住看岚山那个要坐船进去的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好几万块台币的，你如果住得起，我也佩服你了。所以我觉得对日本的观光业来讲，长远来说它撑不下去的。就是也许有一部分的观光客，你说，哎呦，这个时候趁关西便宜，我赶快跑到关西去玩。可是我刚才说过，中国大陆跟台湾分别就是排名第1名跟第2名的观光客的市场，台湾也不过2300万人，中国大陆有14亿人呐。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比重之下，台湾的观光客就算增加一点，那个增加的量也非常有限可是中国大陆少掉的那一段，却是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中国大陆的到日本的观光客是超过台湾的，大概超过了一小段就我如果印象没有错，大概差几百万吧，150万以上。对，但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能够补的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当然死鸭子嘴硬，他说没影响那么观光品质变得更好。日本你最好就有种继续这样讲嘛那么接下来你就看到底是谁撑不住，因为现在真正得利的是哪里？是韩国因为中国大陆观光团不去日本就改去韩国了，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真正获得最大利益的是韩国那么而这些钱原本是日本可以赚的，原本是关西的这个旅游业可以得到的，就因为高市一句话，全部都打水漂。对。
好，谢谢委员。日本自己内部这些零售、观光啊、饭店业者真的是叫苦连天，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确实，那现在持续的大陆旅客就是不愿意去日本，那他们去了哪一些地方呢？刚刚特别提到的几个国家，包括了这个南韩、越南、印尼、德国、西班牙，酒店、饭店的热度较去年同期大幅暴增，最多高达了300%。尤其的韩国游客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华干哥怎么看？好，刚才岳老师说，日本其实那些都是右派，他们说不要来最好，陆客，你把街道弄得脏兮兮，你不要来，我们这边清爽多了，你知道？我告诉你，那个是他们这些人可以讲的话。你知道酒店业者现在怎么讲吗？不敢讲出来，心里想说，再不来我们完蛋了，你知道吗？你这，我跟你讲，你现在最有名的叫什么？在京都清水寺，这个庙香火鼎盛的，去过。你去过？你看，当然徐老师都去过。对，我们到京都一定要去很重要的观光区。清水寺，你知道它附近的酒店以前都很难订的，它现在从7000块日币一晚已经降下来了，完蛋了，降到3000日元一晚，3000日元等于台币1000块，晚上就有得住了，还是一样没有满。所以那些老板之间啊，就是酒店老板之间都在互相打听，你今天有没有住满？我今天有没有住满？都问这些问题。好，你说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道顿窟啊，道顿窟啊，不是道顿崛，道顿窟这是哪里呢？这是大阪最有名，它道顿窟它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台北的东区啦，或者是台北的西门町啊。对，这么热闹的地方，你知道它现在我跟你讲，你看它帝王蟹进货量，你就知道了，砍半代表什么？游客不见，这非常。就是等于对于日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少见这种状况。那现在这个论点很简单，叫日本替代论。日本替代论是谁得利呢？我跟你讲，就最近的韩国，超级豪华邮轮现在从哪里？从上海开去济州岛，不是开去大阪，也不是开到横须贺，所以你就晓得说，那个习惯已经改了，而且去到那个韩国。他们可能的消费还不会那么高，对不对？所以南韩尽收渔翁之利。现在航班到了1月，我们已经知道南韩的酒店的订房率已经多了，比一般去年12月多了240%。还有一个国家得利叫印尼，印尼也是多了100%。为什么？因为反正现在日本很难去嘛，那我们刚才往南跑嘛，对不对？然后你会想说，除了这个印尼、南韩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你绝对猜不到，它得利了，它叫北韩啊？怎么会是北韩呢？为什么？我跟你讲，金正恩现在悄悄的盖了5间国际级的酒店，而且我有朋友说，真的去看过，真的国际级哦。只是你还是不能拿来乱拍之外它里面的那个水准跟那个设施还有服务它可以跟国际接轨的，它是悄悄的盖，而且那5间酒店，它位在哪里？位在那个山池渊的旅游胜地。山池渊这个地方有去过应该知道，就说那5间是在大概半年之内一都落成了。为什么？因为连金正恩都带着金主爱他女儿去参加开幕典礼，然后金主爱表演滚床单给你看，就在那个床上这样滚过去，说：“哎呀，这个好棒，好舒服爸爸，我们也要住一晚。”意思是什么？意思连北韩都很重视了。都很重视，因为去北韩旅游的性价比当然比一般的国家来得高嘛，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日本替代不是不可能，但日本替代这个概念会不会成为就是未来的一种，就是说旅游的习惯或方式？现在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观察，因为日本永远是贵嘛，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叫什么叫4条河园町在哪里呢？在京都。4条河园町，它什么药妆店？你们最喜欢去的，女孩子最喜欢去。4条河园町是一家店，很大，可是通常呢，听说100多坪，可是通常呢，你到了那门前，你挤不进去，为什么？排队排到都是讲中文的在揽生意。对，岳老师完全讲对了。对，4条河町，坦白讲一句，都是陆客在支撑的。没有陆客的时候，日本当地的自己的消费者也很多。可是多了陆客之后，老板就很开心，为什么？水泄不通，挤得进去挤不出来，这样很开心，对不对？他说现在畅行无阻，没有人了，没有人啊，所以
在大马路上你看到没有人的情况之下，对于日本的经济的冲击有多大？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不是正常的现象。那高市早苗他其实在一部分的那个外交政策上面，他应该到了时机的时候，应该必须要改弦易辙，不然的话，大陆的报复手段还有很多。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关